OK， 兄弟们，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啊！看我！我宣布个事儿，我是个傻逼，没毛病啊！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行情又跌了。像面具人这种稳健型的现货操作者啊，不开空的人，在这段时间操作的机会并不多。不过呢，我这种保守型的操作的好处就是没什么风险。我给大家老实交代啊，我这几天没咋赚钱，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空仓观望，或者是超短线微盈利。昨天呢，我试探性的买了一单啊，买的比特币，用了2成仓位，在$21,400左右买的，但是我好像买的有点早了啊。不过呢，刚才我又让会员接着向下买了，从20000几百多开始买的吧，20000几百，21000出头啊，在这个区间买应该是比较稳的。为啥呢？你们仔细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是关乎于整个市场以及你们接下来的盈利操作的关键节目。OK，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甚至是亏钱了，可不能怪我哦。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价值0.1个以太坊的召唤石1颗。顺便呢，恭喜一下以下的3位幸运观众，参加了我每期节目的幸运数字开奖，获得了价值0.1个以太坊的 Internal Broad 召唤石1颗。详情呢，各位请登录 spaceguild.io， 把你们注册的通行证的邮箱给我，我就可以给你们派发奖励了。哎，赠送召唤石的活动我再增加1周吧。你们把我的节目中间说的那个随机的神秘数字，包括你的 Space 通行证的邮箱留言给我，我还是会从中间抽取1名，赠送价值0.1个以太坊的召唤石1颗。好，来讲正题啊。比特币和以太坊这几天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啊，根据现象找原因，也算是马后炮吧。现在得出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联储的官员发出了比较鹰派的言论，说的是下个月加息，可能还是会加75个基点，那这就导致了美元指数的上涨，币圈信心的下挫，资金呢也被抢夺了，被美债呀、美股呀、美元指数给抢走了嘛。但是面具人，我仔细想了一下啊，其实就算下次加息加75个基点，那也应该算好消息啊。为啥呢？因为下次加一个75个基点的话，那就预示着下次加息怎么都不会加太高了呗。可为啥市面还跌了呢？为啥？因为市面没钱了。我们可以从链上数据看出来啊。现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抛压量和交易量都在降低，那这也反映出来了币圈的流动性不行。可以说现在币圈逐渐的有点僵尸化了。比特币的低位远古筹码也没怎么抛售，高位套牢的筹码倒是有些割肉的，但是量不大。整体呢，这个流动性不是很充足，有点僵尸化。说白了，就是现在整个市场没热钱，而且就算有热钱，这些钱也都更倾向于流向美股呀、美债呀之类的稳健型投资。为啥呢？不就是因为风险问题吗？对吧？目前币圈的本质还是一个庞氏游戏，说白了就是前人割后人。你说币圈的实际应用有没有？几乎没有啊。有的也都只是一些噱头而已，吹牛逼画大饼，然后把你的钱骗过来嘛，对不对？大家现在能做的事情啊，尤其在币圈里面也不多啊，无非就是你割我，我割你。其实币圈现在都已经有些内卷了，因为没有大量的外部资金嘛。现在币圈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在投机，又没有新鲜血液。那么就看谁的节奏感好，谁被割，谁割谁，对吧？谁先进，把后来的进的给割掉，这就是一种内卷，纯的内卷。
钱的能量无处释放和消耗，只能是大家互相割。不过呢，这种内卷它会造成一种内卷衰退的现象。说白了，就是这么多的人互相割，割来割去，你割我，我割你。而且大家仔细观察，庄家们现在的上下波段也越来越小而密集。说白了，庄家们现在也是，有一点利润，就想把大家拉一下或者砸一下，一点点钱他都割。哼，韭菜们现在也学明白了，学聪明了，那就是做这种短线，不做定投长期了啊。看到一个点位买进去，赚上一点点就跑。整个币圈现在就没有强大的基础共识，大家都在投机，然后呢就是大家互相割、互相卷，大家互相卷来卷去，最后呢就是内耗，互相卷死了，没有外部资金支持，对不对？而且外部资金也没有理由进场，进场了无非就是大家互相割嘛。在这种基础之上，倒也不是太悲观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币圈要崩盘了，那倒不是。比特币作为炒作的信仰币，它的存在价值是有的。但是呢，它要是想回到6万7万美金，我觉得短期内是比较难的，甚至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呢，在这很长一段时间内，比特币都会是在一个炒作区间内来回割、来回磨。一点一点很慢很慢的在那儿盘整啊，更像是趋于一种稳定的赌场状态。你整个赌场那些赌客赌资就这么多，你进来买了比特币了，赌完了以后筹码兑现，下一波人再进来买入筹码，再进来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它不会说是再出现极端的爆炸性的上涨了，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了。这就是比特币现在的基本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啊，以太坊的吃相就更难看了。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推友和我在上期节目以及上上期节目对以太坊不降 gas 费的观点是一样的。在这里我给新人再强调一下吧，为啥以太坊它做不到降低 gas 费啊？其实以太坊的高 gas 费说白了就是用来给挖矿成本买单的。但是呢，当以太坊转为 POS 了以后，共识成本直接就降低了99.9%，那它为何还要维持这么高的 gas 费呢？看起来不合理呀。为啥呢？为啥要维持这么高的 gas 费？原因很简单，降 gas 费，验证节点就无利可图了。以太坊煽动了那么多的人，质押了32个以太坊去做验证，拿一个高息回报嘛，对吧？可是 gas 费一降，这个利息回报从哪儿来呢？那就没地方来了嘛，利息也维持不住了嘛。那利息维持不住了，就没人愿意买以太坊来质押了，则会导致以太坊的需求量下降。而且以太坊的需求量下降了以后，又没有矿机、显卡、电费、挖矿成本来兜住底价，那币价必然会维持不住暴跌。如果说这种情况发生，以太坊就完蛋了。可是反过来你再想，好，那我们不降 gas 费，那以太坊不降 gas 费的话，那这一次2.0的升级合并就说不过去了嘛，就会丧失社区和用户的信心，并且呢，很明显吃相难看的就是说白了，抢夺矿工、显卡矿机的资金嘛。而且呢，高 gas 费也注定会让以太坊无法成为一条能够实际应用的转账呀、服务型的那种工具链。gas 费太高了，很多人他就没办法用它。你说我想买杯水买个玩具支付一下，玩具20块。手续费30块，你说能行吗？所以说，走高 gas 费的路线，以太坊也会慢性死亡，这就是以太坊的现状。面具人，我再给大家补一句为什么以太坊现在急于合并以太坊2.0说白了，就是因为以太坊基金会现在应该是相当缺钱了，因为他们基金会也要给自己的投资用户补贴利息要还钱呀。要做交易呀，要兑现呀，对吧？但是我们从链上数据来看质押了32个以太坊玩验证节点的人，在这段时间增加的非常多，有很多人都在大量的买入以太坊。但是，这么多人买以太坊的情况下，以太坊的币价还是上不去，为啥呢？很多那些大矿场矿工们，他们都把自己的矿机成本、显卡卖掉了，换成32个以太坊去质押到以太坊的验证节点里面。按理来说，会有很大量的资金涌入以太坊，可为啥币价没有涨呢？
为啥？面具人，我的设想是，很可能是由于项目方急用钱再套现，这边东墙进来了水了以后，以太坊那边西墙就把水放掉了，抽出来了。有心的朋友们可以大家试一试啊，查查链上的交易，追踪一下数据，看是不是存在我说的这种情况。然后呢，你们真的有牛逼的人，侦探哥啊，把答案能够查出来了以后，可以在留言区分享给大家，揭露一下真相啊。哦，对了，刚才我说到了流动性差了的问题啊，其实流动性差也反映出了一种阶段性底部的因素啊。为啥？因为大家现在都不敢动手买，而且呢，也有很多人不想卖，所以呢，现在就有点僵尸一滩死水。那在这个时候拉盘吸筹铺底儿是比较好的。我们观察一个数据啊，那就是比特币持有量排名第3的巨鲸，在这周啊。上周到这周一直在疯狂的买入比特币，这是一个头部巨鲸啊，排名第3的。那更别说还有一些小鲸鱼呀、中鲸鱼，大概率他们也是在做这种操作。所以呢，比特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啊，拉一波的可能性是有的。再加上本月25号的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啊会在会议上发表有关经济前景的讲话。那只要鲍威尔在这个会议上，他不发表太鹰派的言论，并且呢吹个牛逼说啊美国经济一片向好啊，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会议当作利好。所以呢是有可能在这个会议的前后有一波小行情。我们如果想搏一下概率的话，我认为目前买入一点比特币试探性的建仓还是可以的。不过呢风险咱们也不能小觑。毕竟币圈现在已经日线7连跌了，在之前的日线7连跌的情况之下，那就是大跌嘛，有点快崩盘的意思。这一次日线7连跌了，到底有没有收跌，谁也说不清楚。而且你看币圈的走势，总体是震荡下行，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保守型的小仓位的试探性的建仓。整体币圈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而且呢，我觉得币圈接下来的必经之路就是要走有完整生态服务的路线，否则呢，纯粹玩这种庞氏游戏，前人割后人，你割我，我割你，必然内卷，内卷来内卷去，大家就是都赚不到钱，然后就树倒猢狲散了嘛，对吧？哦，刚才说到了生态服务啊，最后我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可能是今年到明年最好的生态项目。我认为这个项目啊是会超越 Axie 的存在，那就是 Space 公会。这个公会旗下推出了多款主打可玩性的游戏，当然了，打金和博彩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第4季度会上线2到3款手游，是直接能玩的啊！而且这些游戏走的是链游加传统游戏兼容的模式，传统游戏来增加消费去泡沫，而链游呢则增加了让大家去赚钱博弈的成分啊，也就是说。它有一部分人能够通过打金赚钱，还有一部分人呢能够通过传统游戏去消费，把这个钱消耗掉。那既然项目方有底气去做传统游戏的玩法，那游戏的品质肯定是没得说的。而且呢，你们现在购买5颗召唤石，并且填写我的推荐码，就可以获得高年化无泡沫的通用的10几款游戏的平台币 Space Token。而且你有了这个币以后，可以参加工会的任务白嫖。能够拿到 NFT 代币，甚至是苹果手机。本身这个币啊，还有一个高年化的好处，而且项目方本身有安全审计和 KYC， 所有的合约都是验证过的、锁仓的，项目方也没办法自己出货，它的币是完全被锁死的，而且呢是由全球最大的安全审计公司给背书的。已经认定了它出不了货，而且项目方还有全员的 KYC， 所以呢，它不存在跑路的可能性，它只能把事情越做越好。大家回想一下 ，Axie 的宝箱2年翻了100多倍，哎 ，AXS 翻了多少倍？也是几百倍吧。那这一次 Space Guild、Space 公会的更多的好玩的游戏，一个币支持10几款游戏的币，你们想错过吗？哎，废话不多说，链接和推荐码我会放在留言区，好不好？你们自己可以点进去看一看，至少呢，哎，你们做一做每日任务，还能白嫖一下嘛。
你自己有脑子好不好？你自己定性嘛。OK， 如果你们想要最及时的点位，紧跟我的操作，或者是了解 Space 公会赚钱的详细情况，尽早布局，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或者 Lato198604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跟着那些你割我，我割你的土狗激情群，说哈就干嘛。祝你好运，再见。